但是很多人就在说，哎，都说我在国内工资也就7、8千一个月，我到这里1万多怎么活？不一样啊，真的不一样啊！很多东西没有来过的东西，只停留在大家的思维中，但是真正待过你就知道了，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，好吧？2024年了，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了啊！小胖直播也恢复了，大家可以移步我的抖音的主页，然后可以去看我的一个直播号。然后我们重新申请了一个直播号，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好的直播，希望大家可以移步啊。先别买。我们来逛个超市啊，不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嘛，然后就说我不是要出去了嘛，然后提前大家这里去，然后今天我们又到了这个批发市场啊。批发市场呢，今天又请了掐拼，就我们的白木哥啊，他对这个羊排特别有研究。那天我们吃的那个羊排啊，又特别好吃。来，讲解一下这个羊排625的。625，它就是相对于这个来说，它这里有一圈油边。对，油边。因为如果说外国人他餐厅里做的话，这里是不带油边，看着好看，直接可以手抓。对，这种法式小羊排嘛。对，说的。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家常吃的话，它带这一圈油边反而香。吉米上次试过了，那真的是好吃。真的好吃啊！我那大概我没拍那天。带一种牛奶的香味，而且口感类似于像厚一点的奶油的。关键是它吃完以后甜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个肥肉是甜的，没有任何的膻味，所以我们还是说是想买这个625。上次是什么价位的？就是这个，也是这个。对，我跟大哥一块过来，他挑的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是对应的是800多的。这个是880啊，这是就切过的，他修过的800多的，贵了200多。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，就是他们认为筋肉跟牛肉不是一个价格啊，筋肉跟之前那个掺肥的，你就跟这个肉泥一个道理一样的，筋肉泥会贵一点，肥肉泥掺进去混一点。比如说他们牛肉，他们一般牛腱肉就是170，但是你如果是牛肉米，它就是280。对，它加工过，对，就跟那边一样的，全翅比中翅要贵很多，不，中翅比全翅贵很多。对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们其实中翅在这流行，对于我们来说就差别没这么大，对吧？我们甚至有的地方鸡肩我们也吃了很多，它这个鸡肩都对，鸡肩跟不要钱一样的啊。还有那个大骨也是的，我们国内卖20、30，这里面40多泰铢，4块钱一斤。什么呀？22的那天是吧？22泰铢，我那天看到是43。我买了3根12泰铢，你说而且是它不是那种杂骨，它是那种圆的筒骨。对，而且帮你敲断，帮你切好的，里面有骨髓的，而且这个是鸵鸟肉。鸵鸟肉都没吃过，怎么吃？我上次见到还有鳄鱼，那鳄鱼肉，这个是鳄鱼肉。Frozen crocodile。这鸵鸟肉怎么吃呢？鸵鸟肉，说实话我都没吃过。鳄鱼肉我吃过。我现在就好奇，这个要不尝试一下鸵鸟肉？鸵鸟肉你没吃过，不知道好坏。而且你看价钱也有点死贵的。500多，690，这个690。我们继续逛。明天百木哥老娘在，百木哥老娘在，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花蟹豆腐花蟹。对，很好吃。这个就不会做了，只有他老娘会做了。我这花蟹而且蛮大的，550。这个是活的，死的那边大概300多。我们排骨挑一挑，明天就直接烧烤了。这个我就挑一挑就够了，我们一共就5个人。5个人够了，我觉得。随便挑一挑。我来看看啊。带点肥肉的，这个要带点肥的好吃，不带肥的好吃。我们前面是在说鸡肩的问题啊，带鸡肩的中翅115，光中翅150斤，掉了个个。肯定这种方面，这种到时候炸好了就这样一拿一个，就在挑过了。几个？3个够不够？我们1、2、3、4、5、6个人，5个人6个人。那不够的。够，你还这么多。一人2个炸了，12个。什么2个？能吃1个下去的人就不错了。我吃2个。你这2个啊？那给你多吗？西班牙火腿。那这个6570铢1公斤。我上回在那个中央商场楼下 Tops Market 看到一根上泰楼下的，对，13.9万多。折算下来差不多就是在27000左右，相对国内还是比国内便宜一点。要便宜。但这个他们就真的就一片片割下来当凉菜吃吗？曼谷有好多餐厅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就只能凉菜了呀。就这样。对啊。然后卷一个，比方说橄榄啊，或者卷一点那个莫斯雷拉的那个奶酪啊之类的，我试过，配上红酒，味道确实是可以。单吃好咸。我家里上次不是在那个 Food Market， 我不是买了这种吗？你知道我最后生吃，我发现我也按照道理我也算比较能尝试的人了。我不行以后就我后面烧泡面，
直接这包丢下去变成培根了你。如果直接吃是很咸的，就很咸的呀。然后我是怎么就是烧面的时候我把这个放下去，变熟了以后就变培根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奢侈的，这么一串10块钱，这个多少？这个20块钱，这个是什么肉啊？啊，梅花肉，那块贵的，最贵的梅花肉。我们再看看啊，五花肉96，就是20块钱这一块五花肉。也谈不上多贵，买多便宜。比国内便宜了。那鸡翅吧10个鸡翅啊，12块钱10个鸡翅吗？1块2毛钱一个。对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这里房租跟吃喝都不贵，是比我们江浙沪、我们杭州、上海这里的，其他吃喝都不贵，它贵在哪里你知道吧？其他东西的消费，就人忍不住，对，忍不住你就会消费。比如说我假设衣服、裤子，你买个电器什么的，就是普通的，出去玩不算。对你如果是真的过来过日子，他没有兴趣爱好，他的消费是很低的。不可能没兴趣爱好的。但是你看，比方说我们这个岁数过来，不可能没有兴趣爱好。对你晚上总要去哪里泡个吧坐一会儿的，喝个咖啡啥的。打个桌球更贵了，对吧？喝个啤酒聊聊天，对，或者有朋友过来，对，对，就会很贵，控制不住的呀。但是如果光吃喝，我是觉得真不贵，这里真不贵。这里吃个有的人说好便宜，有的人说好贵，因为它没娱乐活动。我可以这样说，你如果光列出来单价，它相当于国内2线。但是它的消费，你最终的消费它是超一线的，超一线比北京、上海都贵。对，它这里消费，但是又有人觉得啊，我这里来喝个酒，酒吧不贵啊，怎么样？其实它贵的不在酒吧那点酒水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贵的是后面的你喝完酒的隐藏费用。你可能光喝酒，对，不可能光喝酒。国内可能就咱几个就光喝酒，对，喝完就得了。就这里喝酒，你说好莱坞，你说一套也就3000多，对吧？3000多加算人民币也就600块钱人民币左右。跟喝酒的确便宜，比如说168更便宜了。对呀。但你后续其他消费高。168一个泰国的那个威士忌400多泰铢，300多。3送399。啊，对啊，300。反正喝完大概1000铢左右吧，加点吃的1000铢。所以啊，200人民币吃。国内你要去个酒吧，一杯啤酒多少？对，就这里我个人这么认为的，就我现在我们算长时间待了长一点人在这里啊，这里的消费吃喝真不贵。所以之前有人说什么800块一个月的，我不相信啊。我现在是这么感觉，就是如果说没有社交，我可以这么理解，没有社交在泰国真的很便宜。但是人你不可能不社交。你到这里如果一点没有社交，就别来这，你去清迈嘛，可能消费更低了。对，清迈物价是比这里便宜。对啊，就是很佛系的那种，比方说去养病的，或者但是你真的不可能，你一个别墅里面住的不出来，这个人要废的呀。有年纪大的人啊，年纪大的，或者是养病。你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的，叫林峰的那个，我不知道啊。高凌风去世了，还有一个叫林什么的，或者说就是两老过来的。对，他是台湾的艺人，他心脏出问题，然后到这里待了5年。他说我就是过来为了气候调整心脏的，然后身体也好很多，消费也很低，对吧？反正我目前觉得年轻人40岁朝下的不可能挣钱，那不现实。我就没见到。来泰国为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就没见到省钱。40岁下我就认识龙飞哥，龙飞哥应该最省了，一个月也要8、9千人民币，就将近1万不到一点，对吧？而且基本上我是觉得在芭提雅这个地方啊，就算养老，一个月6000逃不掉人民币。6000包含房租吗？肯定要呀。房租算2000。对，2000嘛，4000块钱吃饭，对吧？要的。对，肯定要的。有娱乐活动，那天我跟他们估过了，像我这样过了普通点的，1万到1万5，晚上要出去玩玩的，1万5到2万，2万之内肯定是够了。再浪一点的，再浪不，相信我，2个月以后也浪不动了。对吧？基本上就是那，当然你说这找个女孩子怎么找个太妹子常住做女朋友的，这不算。就光一个人的消费，我个人认为是1万5已经活得很潇洒了，1万到1万5之间已经是够了，还能偶尔一个礼拜去玩个1次2次。1万到1万5，如果会玩一点的，能找那种半固定的。然后就1万5人民币，就1万到1万5。但是很多人就在说，都说我在国内工资也就7、8千一个月，我到这里1万多怎么活？不一样啊，真的不一样啊！很多东西没有来过的东西，只停留在大家的思维中，但是真正待过你就知道了，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，好吧？就很多人想不明白，就是对便宜，就是很多人都是一根筋，他有的听便宜，他就是便宜。他今天过来看了一个物价，你说便宜的，那某一个东西是便宜的，对，他就会有这个就不认可。但实际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在这里花同样的消费，你国内你是花不了这个消费去享受这个品质。对，比如说租房，你比方说2000，比如中心海3000，对，我们就按3000算。你国内你如果是拿中心海这个品，就中心海这个品质，如果在江浙沪的话，没个7、8千都不一定够。7、8千拿不到。我在那个北京大望路，我住过同样品质的
基本上是在2.5万以上。当然，它那个2.5万房间比较大，因为中国如果是同样这种品质的小区，它房间会做的比较大一些。2.5万，就是包含什么游泳池啊、健身房啊。就像我们杭州啊，就有一个叫原来比较老的品质，跟中心海差不多，叫蓝色钱江，在运河边上的，一般朝上吧。那最起码啊，就也30多方嘛，一般朝上。我妹妹在上海五角场租了一个复式，就是那种大一点的 loft， 大一点的 loft， 她属于是，她那个就是1万，然后找了个闺蜜，每个人half5000，5000，但是那一片是不包含其他东西的，就只是住，没有什么健身房啊、游泳池啊这些东西，停车1个月是600。对，国内好像公寓有游泳池真不多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你如果说是同样花这个钱来准备享受这个品质的，那 OK， 就不要说去计算这个消费到底多与少。你花同样的钱，你享受到的品质是远远大于国内。对，理解吧？那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控制不住消费？因为你到了这里，你想享受这个，想享受那个。对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超？就像我的预算本来是1万，但现在怎么样都要1万3、1万5，打不住，控制不住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活得比我杭州？其实我在杭州，我一个人6000块钱就够了。特别像你这样，像你这样做主播，今天这个朋友约，明天那个那我探店，对，推也推不掉，对，应酬其实比国内开销更大呀。国内搞不好有时候还能报个销。所以你在这里，你把这个消费你得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是纯生活的部分，还不社交花多少，还有一部分是社交或者是兴趣爱好的。我那天算过了，我拍摄加社交要花将近1万人民币。那肯定的。我吃起你知道，我吃的不贵的。你已经是属于很省实惠的那种，很省了，对吧？就没有特意去什么去。比方说甩太头啊，或者说我刻意的去消费一些啊，而且我一天只吃1、2顿饭的，我也2顿。对，但是我们也不会去吃好的，就说句不好听，就嘎泡馍一个啊，就是什么猪脚饭一个就过了。家里准备好多小零食，我零食的花费一点都不会啊，我零食不是的，我零食我是什么巧克力啊，我都不吃，我都不吃。饮料啊这些东西，我不吃膨化或者像那这个我就一个可乐哦，所以我那天算了算，我的社交费用基本上加拍视频1个月8000到1万人民币。好，就算我今天不拍视频，我怎么样社交费用5000要不要？5000打不住的，肯定不够。连我都不吃，5000肯定不够的。你算1个礼拜去一次酒吧，大家 A， 你别说啊，我去好莱坞一人 A 个1000铢，对啊，我就 A 200人民币，然后你看我1个月就社交费用就花了2000块1000块钱人民币，不可能的，好吧？这个很多东西，哎，我们继续过。这个在这里试过没有啊？这个不敢试啊，就是不是。它没到这个品质，但是你是和牛。你比方说它不是 A5，它是 A4、A3的。不，现在问题是 A5不去管，A5现在是3691公斤。对，这一块有多重？你真没有分量。这块和牛，哎呦，这个一看就好奶香。哦呦呀！这里有一家，那这个是多少分量？1100，322。我们1000价格有了吗？价格有了。200块钱这一块，也不说吃不起，但平时不会去吃。如果你要吃这种品质的。说1个礼拜吃个2块的，那你往2万去吧，这个消费往2万去吧。又到了买不起的地方，韭黄259一公斤，60块钱，50多块钱人民币。我说啊，又到了韭黄买不起的地方了，太可怜，太可怜。哎呦，我们采购完东西了啊，明天聚会。这个雪菜笋丝年糕，这个是黄鳝，那天没吃完的，花菜炒肉片。我这个花菜已经很糯了，刚才。牛逼！这个是叫腐竹，这不是千张节啊，腐竹节加上排骨。哦，还有这个一定要介绍，这个是大头虾，用那个酒糟，就是我们赎罪。好，这个忍不住了，必须吃，这真的好吃的东西。然后今天碰完，明天我们就聚会，然后因为刚才超市也买东西嘛。然后我们腌制一下怎么样？然后明天我们再来，拜拜。哎呦，大哥的咖啡又好了，饭后1杯咖啡，人家饭后1支烟。哦。爽，而且我喝完以后啊，大家看，我喝完以后这个爱心还在。不是，而且我喝的时候我是顺着那个爱心的下面喝的，哎，就你这个角度喝，你看我的爱心还没破。那我看你的，哎，我都还没破。好看。我喝完以后还没破。可以。你看，我又喝了，我还没破。嗯。